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给大家分享了视频，就是家里边一台路由器信号弱、上网慢。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台路由器，就是在家里边2台路由器就可以实现信号全覆盖，然后网速就更加的快。这台路由器我们也可以用新路由器，也可以用旧路由器，只要我们简单的设置一下，让它无线连接上主路由器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它们两个之间并不需要接网线。上一次我们桥接的时候用的是一个 TP 的路由器。有些网友他就说，我家里边用的是别的品牌的路由器，或者是 TP 更老的路由器，在它的设置界面里边没有找到无线桥接的那个界面。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用这款老路由器啊，这个是水星的，这个路由器比较时间长了，大概有8、9年了。其实这个路由器啊，每个品牌不同，它里边的设置菜单也是不同的，不过都是大同小异，只要我们仔细找一下，都能找到桥接的。我们先看一下这款路由器。这个就是旧路由器，然后啊，我们给它先恢复一下出厂，恢复出厂，然后这路由器啊，每个路由器后面都是有一个按钮的，我们给它长按住不要动，等个大概几秒钟之后，这些灯会全亮，全亮之后我们就把它松开就可以了，这样就恢复出厂成功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路由器后面啊，它都是有无线名称的，我这个无线名称它就是 ABC45A。这块纸没有了，是我自己写上去的。现在我们就拿出手机，打开设置，我们打开了这个 WiFi， 然后找一下这个路由器的 WiFi 名称，让它搜索一下信号。搜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这个名称 ABC45A， 然后默认它是没有密码的，我们把它连接上。连接好之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路由器它是有个 IP 地址的 192.168.1.1， 其实在这个旧路由器它的背面也是有一个管理 IP 地址的，我这个也是，这个纸没有了，这是我自己写的，它这个地址就是 192.168.1.1。 现在我们就需要用手机打开一个浏览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或者是自己下载的都是可以的。打开浏览器之后，我们在这输上刚才的那个管理页面的网址192.168.1.1，然后点搜索，这样就进到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了。有一些朋友他问我，他就说我这个手机为什么进不去路由器的界面？他说你肯定是没有连接上路由器 WiFi， 如果把 WiFi 连上去之后，输上网址，它肯定是能进来的。第一步，我们首先给路由器设置一个 IP 地址，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它可能会IP 地址冲突。我们首先在这儿找到这个网络参数，点开之后下边有个烂口设置，我们点开它，点开之后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它默认地址是 192.168.1.1， 我们给它改一下，改成这地址啊，就是和主路由器它的 IP 地址让它在一个网段就行了。一般的这个 TP 的它的 IP 地址是 .0.1， 像水星的都是 .1.1。不过这个主路由器我已经改过了，我的是6号段的，我们改成是一样的，我们也改成是给它改成一个号段，就是 .6、.2 就可以了。然后到这儿我们选择保存。现在路由器正在重启，重启完之后我们稍等一下，搜到这个路由器我们再给它连接上。连接好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到浏览器，这次输入的地址就不一样了，就会变成刚才我们输入的那个 192.168.6.2， 我们还是点搜索再进去。进去之后，这个路由器它是有账户密码的，默认的后边都写着了，我这是 ADMIN， 密码也是一样 ADMIN。每一款路由器后面都有它的管理名称和密码。进来之后，我们在这儿选择无线设置，点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儿有个开启 WDS， 把它打开之后，下边就有无线桥接的地方了。我们看一下，这儿就有无线桥接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上面有个 SSID 号，我们把这个就是路由器的名称，我们把它这个名称改成和主路由器的名称一样。
我主路器的名称是 WiFi， 是这个名称，我们给它改成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这儿有个扫描，我们点一下扫描。好，出来之后我们找一下主路器的 WiFi 名称，中间这一排溜它就是路由器的名称，我们找到就这个，它就是主路由器的 WiFi， 我们在后边写上连接。到这儿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有个加密类型，我们选择一个加密类型，一般就是选最下边这种。选好它之后，点完成。在这个输入密码这儿，我们输入主路由器的密码。输好之后，点完成。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保存。这儿有提示，即将桥接的 AP 的信道是6。我们要把这个信道名称也给它改一下。信道它是自动的，我们给它选择是6。选择好之后，我们点保存。保存之后，我们再给路由器这个副路由器设个 WiFi 密码。我们点这个无线安全设置，在这儿我们选择加密选项。输入上 WiFi 的密码要和主路由器的 WiFi 密码让它是一样的。点完成，然后这儿也是点保存。保存之后，然后这儿有个 DHCP 服务器，我们把它给打开啊，我这是打开的。正常的它是关闭的，我们把它点开就可以了，然后点一下保存。设置好以后，我们把路由器重启一下就可以了。这儿有个重启路由器，重启之后它就会到这个运行状态界面。我们看一下，这儿 WDS 状态已经成功，这就是桥接成功了。我们再看一下手机设置里面 WiFi 的设置，现在这个名称已经没有它这个名称了，直接都是两个名称是一样的，都是 WiFi 的。现在就可以实现两个路由器之间无线漫游了。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上网。1872年，没问题的，可以正常上网。方法非常简单。好了，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可以评论、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塑料件破损有窟窿，我们用面粉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修复好。比如就这个塑料盆，我们给它修复好以后，非常的耐用，而且呢它也不会漏水。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操作非常简单。我们来看，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先需要用点一个这个胶带，我们把这个盆里面呢先给它粘一下，先堵一下给它，先把这个这个洞给它先堵住，这样堵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用个东西给它先把这个面粉我们给它撒上，给它先糊一层，给它糊完以后啊，让这个面粉和这个盆是一样平的，就糊成这样子以后，然后呢，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用掉这个胶水，平常用的502胶水都可以啊，用点胶水，我们再给它点点胶水，我们看，用这个方法补好的这个盆非常的耐用，也非常的牢固。弄上胶水以后，然后把胶水往上拨一拨，让它先完全都搅拌在一起，再加点胶水，然后我们再往上面抹一下，然后把周围这些我们给它清理一下，找点纸可以擦一擦。你看，过了2分钟它就干了，听一下这个声音，非常的坚硬，是吧？然后呢，我们把里边这个胶带给它先撕掉，就不需要用它了。我们看，把它揭下来以后，这个里面也是非常平整、非常光滑的。然后呢，我们往里面倒点水，看一下它漏不漏。你们看，水倒进去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边，你来看，一点也不漏。怎么样呢？用面粉补水盆，看来这个方法确实非常不错啊。
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九阳的智能电饭煲，它的问题是不能加热，显示错误代码 E3。现在我们开机来看一下，开机直接显示错误代码 E3，然后还一直报警。像这种情况它是不能加热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加热，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把它修好，然后维修它也不需要专业工具，也不需要换件，我们就能把它给修好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小技巧。第一步，我们要把电饭煲反过来，然后把背面这个小盖子先把它打开，这上面是有一条螺丝的。拆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边的主板，然后用撬棒把它撬开就行了。这是一个电源板，然后这个是压力开关。像这个九阳的智能电饭煲出现 E3，大部分都是传感器的问题。它这个传感器这个下边是有个温度传感器，像这个温度传感器坏的比较少，一般出现 E3，它的情况都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这个就是压力传感器。判断压力开关好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温表可以测量它的好坏。不过这个温表在一些家庭里边很多都没有。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不用温表也能快速的判断出是不是压力开关的问题。判断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首先第一步要看一下这个压力开关，就上面是有两条黑色的线，看一下就这两条线。然后我们找到这两条线插在主板上面的插口，它是插在这个位置，插在这儿。然后我们在家里边找一个铁丝，就这么粗的就可以，找一节就行了啊。我们用铁丝这样窝个弯，然后把它插到这个插口上面，插上去以后就这样的。如果没有铁丝，我们用个电线剪一节把它插上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给电饭煲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加热。我们看一下已经正常了，看已经正常可以加热了。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拽掉，用这个方法就能快速的判断出是压力开关的问题。现在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拽掉。压力开关有问题，其实也不需要更换。我教大家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个压力开关，其实还能接着再使用，没必要更换。压力开关这儿是有个螺丝的，我们把螺丝给它拧掉之后，这个压力开关就掉了。我们先把它拆下来。这个压力开关修复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是有两个接触点，看可以分开，可以结合在一起，就证明它这个是不坏的。它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接触点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氧化，然后它不导通引起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只要用个砂纸给它打磨一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砂纸手这样按住，然后分开之后把砂纸塞到里面去，就这样打磨。磨几下之后，我们把它反过来，这样的话就是上面的接触点和下边的接触点都可以用砂纸给它这个氧化层都给它打磨掉。打磨好之后，我们把它再装上试一下。现在我们开机再试一下，已经可以正常加热，完全修复好了，问题非常简单。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热盒或者是闲置的电热盒，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3条螺丝我们给它拆开，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我们看，就这样，我们把它给拆开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是有3个电路板，这2个电路板呢，我们都不需要它，我们最主要呢就用这个电路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贝。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板上这3条螺丝，我们再给它拆下来。这个功能呢，就连收废品的人他都不知道，非常有用。我们看，这样把它拆下来了以后，接下来我们
把这插头给它拔掉，拔下来以后，其他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只用这个东西。仔细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输出这边有好几条线，这线这边呢，你看还有一个标注啊，你看上面的输出电压有一个20伏，有个14伏，还有个5伏。5伏比较常见是吗？我们不需要用它。然后呢，20伏我们也不用它，我们就用这个14伏。这14伏啊，在生活当中这个电压非常的少，想买个这样的14伏输出电压的这个板啊，根本都不好买。所以我们用它这个功能啊，最强大了。我们可以啊，给它接2条线，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条线从这儿给它剪掉，然后呢，把这2条线给它接起来。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这后面给它焊2条线，效果会更好。你看我在上面焊了2条线，然后呢，还给它接了2个夹子，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啊来看，先把上面的开关我们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去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用它呢，可以啊，你像家里的电瓶，你看这电瓶都是12伏的，当它没电了以后呢，很多人啊也没有电瓶充电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电瓶来充电就行了。14伏的电压给12伏的电瓶充电完全合适，是正合适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原来用一个烟盒就可以快速的激活修复好这些充不上电的电池、饿死的电池、报废的电池。我们看手里面一共是3节这样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它是有电的，你来看变成红色灯，说明可以给它正常充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红色灯，也说明可以正常充电。然后呢，再来看这节电池，它就是个坏的，你看放上去以后啊，这个指灯就灭了，根本充不了电，说明啊它的电量太低了。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先用表测量一下，看一下它到底都有多少电，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先看一下，先看这个蓝色的，我们看啊，这个是4.16，说明电量比较充足。然后这节绿色的3.36，说明啊这个电池电量不多。然后再测这个紫色的，我们看1.15伏，说明它的电量确实太低了，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充电器给它充电的时候是根本充不了电的。你看放上灯就灭了，灭的就说明电量太低。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就是用这个烟盒，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烟盒里边这个锡箔纸给它先撕出来。我们用这个东西啊，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好这个饿死的电池、坏掉的电池。你们看，就是我们把这个纸给它先撕下来一块，然后呢，这边再分成2个，啊，就这样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刚才测量的时候，这节电池是满电的，是吧？然后呢，这节是没有电的。我们看，现在上面这2个是正极，下面2个是负极。我们呢，把这2个电池这样给它放在一起，然后呢，这边带金属的这一面也是放在这边。我们来看，把这2节电池给它并联起来，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把这个饿死的电池给它修复好。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就这样让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对接起来。好，现在呢已经过去10秒钟了，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块紫色的电池有没有激活。你来看，没问题了，是不是？显示红色灯，说明啊就可以正常充电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今天就给客户安装一套投影机，费用是3万块钱，大家一起跟我来看一下值不值。这是一个高档小区，这个小楼呢一共是4层，我们去3楼安装。这一台是个几米小方盒的投影机，然后这是一个点歌机，带话筒的，音响是 JBL 5.1音响，功放也是 JBL 的。开始先安装投影机，这个是投影机的吊架，然后师傅在这儿先弄一下线，等一会儿把这个架子装上去。这是一个16:9的120寸的金属幕，这是金属画框幕，看看这个材质还很不错的。拉回那边，对，就从那边下来就行。拉个机子来也得吧？跑一条音频线。
4个 HDMI 接口，1个是输出，4个输入，它连的设备还挺多的这个功放。目前这个连接的是点歌机，然后这个是连接的是投影机，下边这是5个环绕小音响，这个连接的是低音炮。你这样点歌？这样，这样的。对呀、那也对了。它就是本来是往桌面上放的，现在给它挂墙上，挂墙上不能挂，它后边没有架子，还是得弄个托板把它给托起来。我搞个那个支架了，搞个支架这块板子放在上面似的。这块板就有啥板？咱这个板一定好看呀。那跟你谁到那里搞块板子，我跟你做成灰色的，赶快搞过来就。或者就直接弄个那架子拖到这儿完了。坐到这儿。对，拖到这儿就行。你这个件儿，你问问看哪儿有？我觉得有卖的。听一下这个 JBL 5.1的音响，音质还可以的，还挺不错。总共是5个小音响，这是第2个，然后这是第3个。这一个小的是一个中置，这是一个低音炮，然后后边这是点歌机，5.1功放。OK， 现在已经都安装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一套设备呢，它因为没有这个机柜，所以啊就只能放到地上了。等客户买了机柜之后，然后把它再放到机柜里面就行了。还有这边这个点歌机，这个东西呢是他想装在这个墙上，它是装不上去的，因为这个点歌机呢它是一个桌面上放的，根本不能往墙壁上挂，所以说这个只能先暂时这样了。到时候呢，自己准备一个小桌子，或者是自己焊一个小台子放上面就行了。投影机是在这边已经装好了，一套设备客户总共花了是3万块钱，感觉值不值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家里边一台路由器有可能啊实现不了整个家庭的 WiFi 覆盖。有些地方信号强，有些地方信号弱，信号弱的地方有可能就上不去网。像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找一个旧家的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就是我前2年更换下来的旧路由器，我们先不要把它扔掉，把它扔掉也有点可惜，我们可以再利用一下，用它来增强我们家里边的 WiFi 信号。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路由器给它连接到网络上面就行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种它的连接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光猫，我们这个光猫后边啊有好几个网口，这一个是千兆网口，千兆网口啊，我们就是连接这台新的路由器，这是一台主路由器，因为这个千兆网口它的网速比较快的。我们这个旧路由器这条网线可以插在这个其余的这个100兆网口上面，可以连接到这儿。然后路由器这边这条网线我们插在路由器这个万口上面，我们看一下，这是1个万口，另外是4个烂口，我们要插在万口上面，这个上面都有标注的。我们连接好以后啊，用手机给它设置一下就可以正常上网了。关于它的设置方法，我前2个视频上面有详细操作步骤，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设置好以后，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它就可以往外发射无线信号。我们把这个路由器放在我们家里边信号最弱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路由器，然后还有一种连接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网线给它拽开，这个路由器啊也可以连接在这个主路由器的烂口上面也是可以的。我们连接到这儿也是可以的，把它们都串联起来也行。串联好以后，我们还是老方法，把路由器再给它设置一下。设置好以后，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上网。如果还不能上网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网线从这个万口上面拽下来，我们插在这4个烂口上面，随便插就行了。插在这个烂口上面，然后就可以正常上网了。虽然现在可以上网了，不过要想这个网络更加稳定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路由器都是有 IP 地址的，我们还要给这个路由器更改一下 IP 地址。如果不更改的话，
他们有时候这个 IP 地址它如果冲突以后啊，就会出现我们家里边的所有网络它都上不去网。更改 IP 地址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用手机就可以操作。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方法。好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去废品站收到一个宝贝，老板说这个是一个电蚊拍里边使用的，他说用它呢可以抓老鼠用，他这个站里面啊就这一个，他不舍得卖我，所以啊到最后还是让我给弄过来了。看这上面是有4条线，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威力怎么样，到底啊能不能抓住老鼠。这个上面的4条线，前面是2条颜色一样的，后边是2个颜色不一样。这是个塑料的外壳，这一节是空的，这边是这样的。测试一下啊，看一下怎么样这个效果。如果可以的话，那抓老鼠啊那就太方便了。先把这2条线给它先拧一下，让它大概离这么距离就行了。然后这边呢可以找一个电池来测试一下，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哟，看来这个挺猛啊，电蚊子没有想到挺猛。改天呢找个老鼠测试一下，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抓住。没有想到啊，废品站里面它也有宝贝。家里的剪刀不管有多钝，其实啊我们用一把刀子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你看这个剪刀，我们剪个纸来看一下，你看根本剪不动，是不是剪不开？然后再剪个塑料布看一下啊，你看也是不行的，根本剪不了。我们如果用它来剪些布头、剪些线，那就更剪不了了，没有办法使用。很多人呢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磨剪刀，很多人都不会磨，磨完以后啊，发现把剪刀给磨报废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刀子就可以了。在处理之前，首先呢，我们在家里需要用点牙膏，把这牙膏给它先抹在这个剪子这个上面，因为这个牙膏是有个非常好用的研磨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给它抹完以后，然后呢这边也抹点，有个特别好用的研磨作用。哎，抹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刀子，这个我们不要用这个刀口，要用这个刀背。这个刀背这边是非常坚硬的，哎，我们用这个刀背开始磨。磨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剪刀上面是有2个面，这边一个大面，然后这边一个小面。我们仔细啊来看，要磨这个小面，不要去磨这个大面。我们磨这边，然后呢还有一点，磨这剪刀的时候，内侧这面千万不要磨，磨完以后就磨废了。我们磨这边，你看操作非常简单，只需要就这样刮就行，大概刮个40-50下，30-40下。这边刮完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剪刀反过来再来刮这边。这样刮的话比磨剪刀得更加的省事，因为这样磨是不会把剪刀给磨废的。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大概呢刮个40-50下。刮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个牙膏给它清理干净，把它擦完了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还是剪这个纸来看一下。你来看，你听这声音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快，是不是？听，特别好用，是不是？然后再剪这个特别薄的塑料布，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也能很轻松把它给剪断，是不是？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好用，是吧？所以呢，大家以后再遇到剪刀不锋利的，我们其实啊用一个就这个刀片，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家里的电风扇不转了，其实呢，像这种情况90%啊都是上面这个电机坏掉了。遇到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更换上面的电机。今天教大家一招，不用花1分钱，大部分呢都能修好它。首先操作第一步呢，我们先把电机给它拆下来。电机坏了以后呢，它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它的内部线圈断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卡轴了，转这个转子的时候转得非常吃力，转不动。像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电机给它拆开，简单给它吹一下，就可以修好这个电风扇的电机。这个周围呢，就这4颗螺丝，我们分别把它给拆下来就可以了。拆开以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假如电风扇通上电以后打开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电机不转了。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内部的线圈。线圈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呢，一般啊都是这个线圈和这个输出线连接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块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说它很容易出现就是开汗、虚汗。首先我们看啊，在这个连接这个地方呢套着蜡管，这块呢看到没有，明显啊都烧成这个颜色发黑了，说明这温度是非常高的。如果遇到啊这个没有任何反应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给它拆开，然后呢把它线头给它接起来，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如果你的电风扇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给它通上电以后，电机上面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是这个转子不转。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啊都是上面这个卡轴引起的。遇见卡轴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呢给它处理一下就行了。处理方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卡轴原因呢都是上面的轴套上面严重去油以后引起的。它去油以后就会出现干磨，是吧？干磨的时候它的阻力变大，所以呢就使劲这样转它也转不动。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只需要给它注点润滑油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注润滑油的时候呢，他不拆开电机，直接在外边注，在外边注油是不行的。因为啊在外边注完以后呢，用个1-2个小时，有可能或者是1天2天，这电机呢又会出现就是卡轴了。所以说想根本解决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它拆开来解决。给它注油的时候用的这个油呢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用这种浓度比较低的，像这种缝纫机油是最好用的。我们呢只需要在这块给它注上，因为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旁边有这种白色的这个东西呢，就类似于啊就是吸油棉，它是储存润滑油的。我们把这个油给它注在这个位置，让它储存在这一块，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这个电机它一发热，这个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到这个轴上面，然后起到一个更好的润滑作用。这边注好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后边这个壳子，在这个地方呢这些白的东西也是可以储存润滑油的，我们在这一块也给它多来点润滑油，让它都储存在这一块。注完油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电机给它再安装起来，进行下一步来操作，就可以彻底解决这问题了。这个线圈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拆下来的再怎么安装，不要安装反了。如果这样安装反了以后呢，这个电机安装完以后会出现倒转的情况，所以说怎么拆下来的再怎么给它装上去，这一步呢很重要。然后把这个壳扣上，给大家再分享一下下一步操作。拧上螺丝以后，最后这一步呢操作很重要。首先呢还是一样啊，在这外面再给它来点润滑油，点完润滑油之后呢，一定要抓住这个轴，这样前后拉一拉，然后来转一转，拉一拉，转一转，这样呢看一下这个轴呢转的就非常的轻松了。这样修好以后，这个电机呢又用个1-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